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Sunway Healthcare 它真的是，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今年为止是最大宗的一个 IPO， 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个 IPO， 因为大家都说它的 PE 是超过60倍，你觉得合理吗？那个60多倍的这个 PE 是的确是在过去的业绩而算出来的。如果你认为现在是贵的话呢，其实它有这个multi hospital 的 growth factor 之下呢，它可能就在未来这个业绩当中，可能就会把这个 PE 拉低，所以不可以单单只是看这个 historical 的这个 PE， 但是我们要看 forward 的 earnings 是多少，然后才可以决定到底未来值不值得去投资这家公司。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 Sunway Healthcare 其实它是一个品牌，不是只是卖它 Sunway 的这一个healthcare 的product， 但是我们必须要留意到就是它的周围的 synergy 都是可能带动到 Sunway Healthcare 去到另外一个阶段的。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你好，我是伟健，这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财经股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2026年大马股市最受关注的一宗 IPO， 那就是双威医疗了。那这一家从双威集团剥离出来的医疗巨头呢，还没上市啊，就因为非常高的估值，引发了市场的热议啊。究竟它是医疗界的爱马仕，还是估值虚高呢？有 EPF 这一些巨头成为基石投资者，是不是就代表这一家公司投资风险相对更低，投资者算是不用考虑，直接 subscribe 直接买就可以了呢？我们线上呢就请到了 M Plus Global 研究主管刘礼玉来和我们快速分析。礼玉你好。你好，好，礼玉，首先我想请问一下，你是怎么看这一次 Sunway Healthcare 的 IPO？ 因为大家都说它的 PE 是超过60倍，你觉得合理吗？我觉得先不要讲合不合理先，我觉得在这个Sunway Healthcare 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个60多倍的这个 PE 是的确是在它 historical 的这个过去的业绩而算出来的。那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市场都是以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去看好这家公司或者看不好这家公司，所以未来的这个前景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对于这个65倍的这个 PE， 可能对于 IHH 或者是 KPG 来说是非常的昂贵的这个 PE， 但是如果你看它这整体上的这个 expansion plan， 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可投的之处了。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 Sunway Healthcare 其实它是一个品牌，我觉得如果你看 IHH 跟 KPG 都没有这个Sunway Property 的这样子的一个synergy。如果你看Sunway的话，就代表着Sunway以前是这一个 property developer， 很多Sunway Healthcare 的这一个它的 hospital 都是会围绕在它的这个 property development 旁边，然后它旁边又有一个这些可能那些我们看的Sunway这个 Medical City 的话，就是有这一个Sunway 的这一个 pyramid 在隔壁，然后Sunway property development 在周围，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synergy 的一个效应，我觉得可能是Sunway想要带出来的品牌了。就是一个 whole ecosystem 的感觉了，对是不是Sunway的？好，那么其实在业务方面呢，我们看到在Sunway City 的这个旗舰医院呢，它就占了这个集团超过一半的收入。那么虽然其他的医院我们看到也是陆续的在扩张啊，或者是新建当中，可是目前我们是看到 more 好像 single engine 啦，由这个Sunway City 的这个总部这个旗舰医院来发动的这个收入来营收。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在分析员的眼中，是否存在这个高抗压的风险呢？OK，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整体上，他们现在有大概可能5间的这一个 brownfield expansion 的这个要扩张这5间。虽然是在这个Sunway City 的这个情况是较多的这个营收，但是如果你看它其他的这一些Ipoh Penang 的这些Sunway Velocity 的这一个hospital 来说呢，其实是在慢慢的扩张着，所以它不一定是现在全部是大部分从来自于这个Sunway Medical City 这里来的营收，我们可以看它以一个更加，就是我们现在旗下有5家的这个hospital 来去看它的未来的扩张，所以我会觉得现在是开始这
这个 new engines 的这个启动，所以我们必须要留意到的就是，除了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医院之外，它其他的这个 Penang、Ipoh 还有 Velocity 都是在成长着，而且他们的这个成长是非常迅速达到 EBITDA positive 的，从大概9个月到13个月，甚至非常快达到这个 PBT 的这个turnaround，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股民们必须要留意到，就是它其实是有非常好的 track record 去达到这个 break even， 所以我们必须要留意到，就是如果你认为现在是贵的话呢，其实它有这multi hospital 的 growth factor 之下呢，它可能就在未来的这个业绩当中，可能就会把这个 PE 拉低，所以我们必须要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去看，所以不可以单单只是看这个 historical 的这个 PE， 但是我们要看 forward 的 earnings 是多少，然后才可以决定到底未来值不值得去投资这家公司。那另外一点，我是必须要去让大家知道，就是如果在这一个它的 track record 之下，其实它有一个就是3年翻1倍的一个 revenue 的成长。如果没有记错是2020到2022之内，然后就翻1倍，然后2022到2024又翻了1倍。所以如果我们以这样看它的 track record 之下，可能再过多一个3年，可能也是有翻1倍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有可能会发生的。而且还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 Sunway Healthcare 不是只是卖它 Sunway 的这一个healthcare 的product 罢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留意到，就是它的周围的 synergy 都是可能带动到 Sunway Healthcare 去到另外一个阶段的。好，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 Sunway Healthcare 它真的是因为目前才3月而已嘛，所以大家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今年为止是最大宗的一个 IPO， 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个 IPO， 而且我们看到也是有很多非常重量级的一些投资者已经是加入了进来了，好像即时投资者就像是EPF 啊 AIA 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一些名字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请问一下，有这一些巨头进场之后呢，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个Sunway Healthcare 就更具防御性的，代表投资者就是可以更加放心的投资了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例子是一些这种大型的机构是随时可以撤出投资的这些案例呢？照理来说，这个 Cornerstone Investors 他们必须要锁定这个6个月的这个 moratorium， 所以基本上来说，我认为是一个打了一个强心针的一个方向去看待这个就是即时的投资者了。对于我来说，他们每一家的投资这个投资额都并不高，所以我认为在过后，就是说上市了之后呢，它可能还会再继续加码的。但是重点就是到底还会在1块4手加码，还是会更高的地方加码，这个我还不敢肯定。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就是17到20位的这个投资者，这个即时投资者呢，基本上我认为他们的这个要 move the needle of 他自己的本身的 AUM 是很小的，所以如果他要以这一个 Sunway Healthcare 来带动他旗下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AUM 来说，或者他有一个 AUM growth 来说的话呢，他必须要在这一个 Sunway Healthcare 拿到一个更加高的这个股份权，他才可以 move基本上他的自己本身的这个 portfolio 的这个 growth factor， 所以我认为他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是分散给20个，而且这个即时投资者的想法就是，如果你拿了我没有拿，但是如果你 perform 我不 perform 的话呢，我会怎么样被我的这个 unit holders 看待，对吗？所以他们也是有这个 FOMO 的情况出现。我觉得当即时投资者 A 有的话呢，B、C、D、E、F、G 都需要有一点点，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一个level playing field， so that 我们去看过后，如果他有我也有，所以我们的这个 performance 也是相对的一样。但是如果他有我没有，我就担心了，如果他真的是一个Sunway brand，而让到他的这个 AUM 可以这个 performance 可以更高的话呢，那我没有，我不是很吃亏。所以我觉得这个即时投资者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如果有的话呢，不如我们也是大致有一点点一开始的时候，那过后我们看它业绩如果成长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就是再加码。我想让大家知道就是现在它上市的时候是已经是16 billion 的这个 market cap， 但是如果它可以上到去22的话呢，它有可能会进到去 KLCI。但是你会讲如果要进 KLCI 的话
不如我去买 IH 咯，因为它更便宜。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三位的品牌还是相当的重要。所以我认为，如果你相信三位的这品牌的话呢，基本上他一进到去 KLCI 的话呢，没有一个这个基石投资者是可以放弃这一个机会的，因为他们都是要有这个 blue chip 的 company 在他手头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这个基石投资者所考量的这几个重点了。好，李玉，其实接下来请原谅我对这一方面不是很了解，我想请问一下，其实因为之前 Sunway Healthcare 是属于是在这个双威总公司Sunway Berhad 里面的嘛，是不是？它算是里面的一个算是金鸡母的一个角色存在嘛？它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revenue generator。金鸡母的存在肯定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 healthcare sector 来说，都是一个比较 defensive 防御性比较强的这一个就是一个氛围的一个板块了。你问我在马来西亚有哪一个，或者是在众多的这一个板块当中，到底什么算是防御性？我觉得 healthcare 算是一个防御性蛮高的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提到的就是 EPF 在2024年的3月已经有讲了，他们的6个方针当中，其中一个方针就是要投入这个 healthcare， 因为他觉得就是 EPF 觉得这个 silver economy 是未来的这个趋势，所以这个防御性蛮强。那你要讲在Sunway Berhad当中是不是一个经济？我觉得的确是，但是不代表着当它 unlock 了这个 value 之后，它不是一个经济，因为它还是会有持有这个Sunway的股，而它 unlock value 的时候呢，是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valuation 当中，我觉得它也是会受惠的。所以当这个Sunway Berhad 你觉得它是一个经济，的确是一个经济，但是它 unlock value 的时候，同一时间它是可以 cash out。它的这一个value 的更高价值更高估值，就你以之前的这个Sunway Construction 来看待，就非常的明白了。就你看到Sunway Berhad把Sunway Construction 上市了之后，Sunway Construction 它还可以继续的走高，也是一样的方向。我觉得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景，所以它必须要把这个种种的 subsidiary 都是去套现，但是套现的时候它不可能把它卖便宜，因为它的确是有成长的公司，的确是有着良好的未来的这个前景，它才这样去做的。好，那么其实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是Sunway Healthcare 从这个母公司剥离出来之后呢，因为听你这么说，应该是没有对这个母公司造成很大的影响了。所以如果我还是一个Sunway Berhad 母公司的一个 shareholder 的话呢，我应该不用这么担心了，对不对？对，其实你不用那么担心。那第二点就是，如果你现在买入这个Sunway Berhad 的 shares， 还会得到这个Sunway Healthcare 的这个dividend 实物派息。对对对，所以其实你是就是你 let's say 你买58千，你会拿到5800令吉的这一个Sunway shares， 但是你的同一时间你的58千也是会调整那个价格啦，所以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不要在这个 IPO 去跟大家去 ballot 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得到这个Sunway Healthcare 的 shares。我想请问那个截止日期是几时呢？是在10号，如果没有记错是在10号。Yeah。I mean 是这个 dividend in specie 的。对对 ，dividend in specie 就是你必须要在10号之前拥有Sunway Berhad的 shares， 你才可以得到Sunway Healthcare 的 shares。Yeah。OK， 好，那么其实接下来呢，从研究员的角度，我相信每一家投行的研究员，每一个券商的投行的这些研究员都是很关注Sunway Healthcare 的一些基本面的。我想请问一下，对你自己本身而言呢，经过你的研究之后，你觉得这一家公司它还有什么一些可投资的因素呢？ OK， 所以我们就撇开了要这个 PE 的这个方向去想，因为如果你是要投资的话呢，第一你肯定要相信它品牌、它的 management，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Okay. 那第二点是它的 track record。如果你看到它的之前在这3间就是 Penang、Ipoh 还有这个Sunway Velocity 的这个医院，都是以一个快速的方式去达到 EBITDA positive 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很好的 track record，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它可以给到我们的这个 track record。而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觉得它贵的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Sunway Berhad 的 synergy， 就是可能还有一个 Tan Sri 的这个 premium。OK， 第二点就是有Sunway的 property 跟Sunway construction， 还有它周围的这一个去扶持在那一边所建造的这一个 hospital， 所以这造成了可能 medical tourism
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也是从他的这个 management briefing 当中也是有知道一点，就是关于这个 foreigners 的这个 portion 是越来越高的，就是说代表着他们在foreigners 在外国得不到他们所要得到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会过来马来西亚。而这个三位 Healthcare 的确是有service 这个就是给这个foreigner patients 有成长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年刚好又是 Visit Malaysia 2026， 所以这一个情况会造就这个 foreign 的这个 revenue mix 可以增加，那会导致到整体上的这个 growth factor 在未来的这一个6年当中都是有一个强劲的一个成长啦，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它还是有那个成长空间，但是我们的投行是放了这个1.5亿的这个fair value，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增加的增强的这一个机会出现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撇开它的贵的 PE， 但是我们必须要留意它就是Sunway 它的这个 synergy， 它的 track record， 还有今年是 Visit Malaysia year， 如果有更加多 foreigners 进入这一个就是来这里得到治疗的话呢，基本上可以增加它的这一个 margins 的一个情况。好，因为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比较可观的一些地方了，就是可投资的一些，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些基本面，我们都了解了。因为其实很多观众、投资者他们都没有时间看这个 prospectus。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其实李玉，对于这家公司，你觉得还有什么潜在风险是，投资者也是需要把这个考量在内的呢？我觉得潜在风险肯定是那个医疗成本的压力，还有这个 staff 的这个就是 talents。去 retain doctors 或者是 nurses 的这个情况，如果他这两个做的不足的话呢，基本上我觉得是最大对于这个，因为这个是 human intensive 的这一个 sector， 虽然他讲你可以讲未来都是有可能走 AI 啊，或者是 robotic surgery 之类的东西，但是我认为当你进去一家医院的时候，你是想要得到一个有保障、有一个human touch 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是一个face to face 的一个 industry。所以一个医生好或者是一个护士好的一个情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I mean 如果他 retain 不到，这个是最大的风险，但是如果他可以留着这些 talent 在他的公司里面的话，这个是最关注的这个风险了。对，因为其实因为之前因为我是医保人，然后过后之前Sunway Healthcare 他要来医保扩张的时候呢，哇，也是有从医保的一些私人医院有在那边招兵买马抢这个人手，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医疗领域这一方面他们也是很看医生啊专科医生的这个品牌嘛，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到在医疗领域这一些护士啊医护人员这一些都是很抢手的一个资源了，所以也是这个我们要考量在内的了。那么李玉，其实最后我想请问一下，你是怎么看马来西亚的医疗领域的呢？因为我们每次说马来西亚可投资的地方oil and gas， 然后 plantation， 然后过后就是finance sector， 其实医疗领域你觉得马来西亚这个整个情景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呢？其实不只是马来西亚，如果我们看整体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最为关注的，因为其实生育率也是其实没有太过大的成长，所以很多这个会进入老龄化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会支持到这个医疗的板块，这肯定的，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来的，就是大家都知道aging population 是一个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私立医院或者是这个整体上的这个医院的板块、医疗的板块都是会在继续成长。那如果你看到这一个 inflationary pressure 来说，对这医疗的这一个他所要付费去得到这个私立医院的这个 service 其实也是蛮贵的，但是必须要知道的，现在越来越多人是有了这个 insurance policy，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你在政府医院得不到一个排不到你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唯一方法就是用你的 insurance 去在这个私立医院去得到这个治疗，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在未来的这个趋势当中，是越来越多人有了这个 insurance policy， 而可以在这个私立医院得到这一个治疗。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口老龄化的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在这个医疗板块呢，还是有一个非常
不错的一个这个支撑啊，这整体的这个 outlook 是其实蛮 positive 的。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Sunway Healthcare 它真的是一个整个很不错的一个闭环，我们可以看到从出生到你最后。就连就是老年照顾的、老年看护的这一些 facilities， 它也有 include 在这一个集团之下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看的一个地方啦。好，非常感谢李玉你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非常谢谢你李玉。谢谢你。好，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本节目所讨论的内容呢，仅供资讯与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的买卖建议啊。投资有风险，你们入市呢需要非常的谨慎啦。那不知道你们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又有什么看法呢？都可以在留言处和我交流。那么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了。感谢你们支持，我们再见。你好，欢迎收看 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